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带大家参观一下我的花园啊。现在这个是前院，前面有几棵茶树，这是冬季开花的植物。今年我刚重新铺了这个白砖，把草地和花圃隔开。这是一棵樱花树，我大女儿出生的时候种的，今年把这边全部都整理了一下。这棵绣球我今年没有修得太狠，所以花开的很多，但没有施肥调色，所以是白色的。这棵是李子树，反正每年结的那点果子基本上都被鸟吃完了。落地窗下面的薰衣草已经开过了，因为上次回国错过了修剪时间，已经长歪了，但开花的时候还是很漂亮的，准备重新种一些。这棵是月季，品种是 Wedding Day。进到后院啊，这角落里的一捧马蹄莲是自己长出来的。这边挂的是这个香雪球，超级浓的蜂蜜香气。这棵肯定都知道了，冰山月季，这个是房子的前任房主老太太种的。这棵粉色的月季呢是 Love Always。3棵海茶树，那边我今年新种了一棵三角梅。这边这棵新的这个沙利福尔摩斯今年是第一次开花，从种子到现在经历了估计4、5年的样子。这边2棵月季呢也是老太太留下来的，右边也是沙利福尔摩斯啊，中间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品种。在厨房的窗户底下有一个木头的香草花坛，是我自己做的。继续往前走是葡萄架，去年整理完棚子以后啊，今年葡萄是第一次爬上架。这底下我放了一颗勃艮第红的冰山，这边种了点向日葵。旁边这个花坛里的2棵月季是今年新种的，不太喜欢，准备移到前面车道去了。这个花坛是专门用来种香草的，基本上常用的香草都种了，大概有10种的样子。再往前面走呢是迷迭香和月桂。左边这个绣球也没有什么颜色了，明年要施点肥了。然后是这个种的位置不太对的柠檬树啊，结不了太多果子。再往前面是一整面墙的风车茉莉，后面是一个工具房。今天我在这边加了一个铁艺的拱门，就等着左边的风车茉莉和右边的月季爬上架了。明年春天应该会挺好看的。拐角这里有个小的茶树，白色的应该是木香来的。从另外一边走过来看，地砖我今天全部用高压水枪打干净了。左边这一排君子兰还是比较省心的，不用管。还有这些多肉也都是老太太种的，基本上不用管，偶尔长得太过了，稍微修一下就行了。这边的花盆新种了一个飘香藤啊，让这个墙看起来不那么单调。左边墙上这棵白木香还是长得挺旺盛的，开花挺好看的。好的，这个花园这一圈就绕完了。好的，看完我们家的花园啊，现在来聊一下我对这个花园的看法。当然指的是我们这种普通人家的花园。
如果是那种设计感很强的花园的话，离我们还是有一点距离的。首先，我认为这个花园的大小是一定要你能够承担的工作量。这个做花园呀是一个乐趣，如果说它耗费了你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的话，那就不值当了哈。那我个人一般会在早上或者是下午吃完晚饭以后，这个太阳不大的时候，花半个小时的时间来做一些花园的这个日常的维护。第二点呢，就是花园的功能啊，你是想种这个观赏植物为主，还是这个食用的蔬菜为主，亦或是休闲娱乐为主？这些呢都会影响到你对整个花园的整体规划。比如说，我喜欢烹饪，除了观赏植物以外，就会种比较多的香草。但种菜的话，我的院子还是小了一些。第三，花园的结构是比较松散随意花径式的园子呢，还是用一些几何的结构来做一些分割？具体就要看个人的喜好和精力了。第四点啊，就是植物的选择。虽然说个人的喜好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是不同植物的合理搭配才是我们应该优先考虑的。将不同季节开花的多年生植物和1年生植物来搭配，让这个花园的色彩更加的丰富，整年都会显得生机蓬勃。第五，花园的层次感，通过植物或者是人工构建的高低错落来体现这个层次。露台和砖石的地面可以放一些盆栽的植物，栅栏呢可以用花篮或者爬藤植物来进行一些装饰。第六点啊，你可以通过一些不同材料，比如说砖石啊、木艺啊以及铁艺等等的搭配，来丰富你整个花园的这个质感。比如我家的这个葡萄架、花园的家具铁艺拱门以及其他的花园装饰，来体现你个人喜好的风格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我对一个家庭小型花园的粗浅看法，欢迎大家评论和建议。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植物让自己的家变得更漂亮。下期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把一些这个已经开过的花头给剪掉啊。下来吧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哈哈哈哈哈！